绑下捉婿那天，我和我爹起晚了，到放榜的地方时，人去楼空，只有一个衣着朴素的少年站在榜下，不知在想什么，估计没考上功名，否则就被富商抓回家了。你真是状元。虽不知为何无人问津，但此等便宜，我们妇女怎能不占？你跟我女儿成亲，从此享不尽的荣华富贵，怎么样？那少年只看了我一眼就答应了，两个人心怀鬼胎，互相蒙骗，最后真相大白，我率先发难。公主看上你，你为何不早说？他淡淡道：你不也没说定国公世子是你前任？当初我爹与谢将军对月结义，许下子女亲事，虽说是娃娃亲，毕竟过去10多年了，还是算了吧。谢伯父一路披荆斩棘，被封为定国公。谢伯父语焉不详，谢伯母对我常常不假辞色，全当我瞎了眼，这样的门户没好果子吃。可我当时哪里听得进去，心里全是谢不韦。若我谢不韦此生辜负怀叔，必叫我不得好死，凄苦而终。为了他这份心，我也要坚持嫁入谢家。谢家只派个远亲来提亲不要紧，聘礼不够看也不要紧。谢不韦为着这事跟他爹娘大吵一架，最后什么都没改变不说，反倒叫他爹娘对我又多几分不满和责怪。我去参军，我要自己挣的功名，叫爹娘再不为难你。于是月底他就跟他爹出征了。我整日期待着，爹，你说等他有了功名，就不怕他爹娘为难了吧？你可做梦呢，他一旦有了功名，就更加不会娶你了。我当时还埋怨我爹说风凉话，谁知一语成谶，谢不韦大捷的消息传入上京，陛下一高兴，封了他一个正五品的中郎将。我正满心欢喜呢，却见谢伯母破天荒的登门拜访，打了一盏茶的太极，他才说：二郎年纪还小，当先用心功业，又怕蹉跎怀叔青春，在这谢家小门小户，不比简大人富贵，这门亲事我看还是算了吧。话里话外可不是说我年纪大，粗鄙不识礼数，出身也不好，配不上他儿子吗？我爹意料之外的没有立即答应，去叫小姐过来问问她的想法。我从屏风后头走出，红了眼眶。谢夫人，我就想问一句，这事儿谢不韦知道吗？他知或不知又有何分别？简小姐，你若真为他着想，就该知道他现如今是多好的前程，一个好的岳家能给他多大的倚仗，你做得到吗？我退一万步说，不韦真要为你忤逆父母，这难道又是你想看的？他年轻，爱跟我们斗气，可到头来还不是要乖乖听我们的？我沉默许久，撕了烫金庚帖，这婚我退。两家退婚以后，我爹想着法儿的逗我开心。我娘去得早，爹又没再娶，这么多年都是他一个人拉扯我长大。第一天，他叫人抬来一架波斯国来的琉璃镂空屏风；第二天，他送来一整套黄金头面。爹，你知道戴3斤金子在头上多重吗？没办法，咱家就是金银最多啊。直到我的院子里摆满了贵重物件，一日，我爹神秘地跟我说：爹有个法子，叫你出一口恶气。你快说。明日放榜，咱来个榜下捉婿。那些寒门读书人既不嫌弃咱们是商贾，又有前程。爹，你真是个天才。自打退婚，我在上京就更加不好找亲事了。这倒是个好法子，要叫他谢不韦知道，我也不是非他不可。心里痛快，我便拉着我爹对月小酌，谁知这一喝，竟直接睡到翌日晌午。爹爹，你快醒醒啊，我的夫婿要跑了。我爹开门的时候一脸懊恼，赶紧走，赶紧走。紧赶慢赶到了张榜处，果然所剩已寥寥无几。哎呀，都怪我，这个点了早被抢完了。哎，那还有一个。我爹都不跟我商量就冲了过去，我也注意到了那个少年。他一身简朴青衣，孤身一人望着大榜，虽说好看，但必定是落了榜的，这人不能要。我正想着，我爹笑得哈喇子都快流出来了，朝我招手：怀叔，你快来，这位是金科状元张廷玉。你是状元？我不像。别说那废话，廷玉啊，你跟我女儿成亲，从此享不尽的荣华富贵，怎么样？我拉了拉我爹的衣袖，心里想，状元怎么会看得上我们家？好。回家路上，我百思不得其解。我爹已布下大宴，我却叫住张廷玉：你是状元，娶妻有很多选择，为何愿意跟我成亲？因为我家世不显，需要银钱打点仕途。那你呢？你家财万贯，样貌出众，为何要靠榜下捉婿？这人真聪明，自然是因为我与谢家退亲的事传遍上京，谁愿意为商贾之女触定国公府的眉头？
因为我也出身不好。吃饱喝足，酒过三巡，我爹俨然有要跟张廷玉称兄道弟的架势。好孩子，你以后就住在这里，原先的院子不必租了，那处怎么住人？张廷玉只有一点醉意，竟也答应了。不行，未婚就住在我家，你想入赘不成？入赘又如何？入赘自然就是我半个儿子，以后我的家业都由你们夫妻俩继承。什么夫妻呀？张廷玉融入我家，比我想象的快多了。上到我爹，下到管家、女使、小厮，都对他赞不绝口。可我就是觉得这个人没那么简单，心机极其深沉。没过多久，该进宫授官了。坐在马车里，我捏着手，默默祈祷。怎么，你比我还紧张？我在祈祷，让陛下给你个高官做。你觉得多高的官才够？怎么也要正五品吧？简小姐，历朝历代就没有科举入仕能封为正五品的。我心凉了半截。那一般几品？正九品或者从8品。我闭了闭眼，正好也到了。算了，你去吧，也不能过于苛责张廷玉，他也不容易。我爹这些日子早把他的身世打听得清清楚楚。他家在杭运府，双亲俱在，父亲是叔叔学究，母亲有家绣坊，不算富贵，胜在清贫。傍晚，张廷玉总算回来了，只是瞧脸色瞧不出好坏。怎么样，授了什么官？从8品。也不错了，状元拿个从8品是应得的。公曹参军。什么？托谢家的福，我对朝中大小官职也算了解，此刻是气不打一处来。你可是状元，历朝历代都应入翰林院，现在被打发去做劳士子公曹参军，有甚前途？你说谁给你使绊子？我去收拾他。张廷玉眼里却全是笑意，他拿指尖戳了戳我气鼓鼓的侧脸。算了，好歹也是个官，以后再慢慢升吧。我也没法了，总不能去找陛下打一架吧。赶着双喜临门，我和张廷玉的婚事也尘埃落定，找了个晴朗的日子顺利定亲。谢家也送来了礼物，被我爹丢了出去。你跟定国公府还有关系？绝没有这回事。然而很快，定国公班师回朝，听说谢不韦接了升迁诏令，后脚回家，听说已经退婚，在家闹了个翻天覆地，甚至闹起了绝食，闹了1个月真没法子了，才妥协罢休。可是他没有来见过我，我生怕这事儿传到张廷玉耳朵里，每天等他从衙署回来，都要旁敲侧击一番。这没什么特别的。我们一起坐在秋千上，吃他买回来的冰酪。张廷玉想了想说：“非要说的话，上次定国公世子谢不韦，看我的眼神总是怪怪的。”怎么怪？他老盯着我看，又不说话了。这些公子小姐性子大多古怪。真的假的？不会跟你有关吧？怎么可能？这我就放心了，我便不再等张廷玉归家。我做错了什么？你怎么不等我回家了？你有手有脚的，等你干啥？我也等等他好了。张廷玉刚去衙署，家中便来了一位不速之客，还不快见过清河公主。院中跪倒一片，我也跟着。就是你，一个卑贱商女，勾引张廷玉，你好大的胆子！我脑子瞬间想清楚了，怪不得张廷玉状元之身无人问津，原来公主对他芳心暗许。该死的张廷玉，拿我做挡箭牌，把他院子砸了，人处理了。我被人捂住嘴，眼神怨愤，金银玉器碎了一地，白绫缚住我的脖颈。正挣扎之际，一枚暗器破风而来，门口赫然是匆匆赶到的张廷玉，他身后的还跟着谢不韦。张廷玉紧紧接住我，将我护在身后。你敢抗旨？这里是上京，为君不杀文臣，天子犯法，与庶民同罪。公主如此对待我的妻子，就不怕我告到陛下面前吗？清河公主冷笑一声，挥了挥手，一众宫女侍卫都围了上来。殿下，既有案子，都跟我走一趟吧。有惊无畏介入，清河公主无法再动手。张廷玉搀着我上马车，坐稳后，我使劲给了他一拳。原来是因为公主对你芳心暗许，才没人敢绑下捉婿。你为何不早说？他盯着我说。你不也没说我的上司定国公世子是你前任？马车内一片死寂。你怎么知道的？张廷玉板着脸说。他整日阴阳怪气，我直接问他到底对我有何意见，他按着我打了一顿，说我抢了他的未婚妻。我这才注意到张廷玉嘴角有伤，两个人遮遮掩掩的秘密一起揭开，思来想去，还是只剩一声叹息。造孽啊！清河公主的案子，金无畏不敢插手。一番辗转，谢不韦干脆叩响宫门，叫圣上做主去了。我也去。当然了，那些金银玉器不是白砸的，
你等着收钱吧。一想到能让他吃瘪，我的心情就好了。一转头，不慎对上谢不韦晦暗又带着怨恨的眼神，我若无其事地移开了眼神，闹到了圣上面前。虽有心偏袒，但当着新贵状元和宠臣的面，也不好偏私。于是清河公主被罚闭门思过3月，眼见要结案，我鼓起勇气说：“陛下，民女的家也被公主砸了个遍呢。要赔多少钱？清河你不得少1分1厘。”我连忙恭敬地将来10遍带在身上的单子呈给清河公主。这么多，你故意蒙我呢吧？可不是呀，公主殿下，您有所不知，臣女家里别的没有，就是这些没用又贵的玩意儿最多了。清河又开始哭了。我们这些外人自然赶紧离开，隔得远了还能听见圣上斥责。你往日胡闹也就罢了，要朕为难，张廷玉朕也成全，你将人打发去做公曹参军，现下人家已经定亲，你如此纠缠，岂不失体面？我怜悯地看了一眼张廷玉，怪不得进不了翰林院呢，也算是无妄之灾了。出了宫门，沉默良久的谢不韦追上来，攥住我的手腕。怀叔，能否听我说几句话？张廷玉盯着我，莫名觉得难为情。我使劲挣脱开，站到张廷玉身边。我跟你没什么好说的，该说的谢夫人应该已经告诉你了。退婚不是我的主意，请你慎言。眼见谢不韦不罢休，我只好叫张廷玉先回去。我会很快回家的。张廷玉眼神中流露一丝荒谬，只笑了笑，便走了。我将谢不韦带到一处僻静的亭中，有些不耐烦。要说什么？现在说吧。你别在意我爹娘说的话，我要娶你，他们都无法改变。那你做了什么吗？什么？你本可以做些什么？得胜归来，你对退亲不满，你本该来道歉，可是你没有。看不起我家商贾身份吗？那之后，你本可依靠官职摆脱爹娘束缚，可是你也没有。你用绝食这种幼稚法子，指望他们妥协。谢不韦被我说的脸上红一块白一块，半晌，他激动道：“那个张廷玉又配得上你吗？”我平静道：“起码他爹娘没有为难我。他为人虽心思深，但不坏，情绪稳定，有才学。”谢不韦见我软硬不吃，又哀求道：“我会改的，怀叔，你教教我要怎么改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。”我抽出手说：“我给过了。”虽早就想清楚了，我和谢不韦之间不只是他爹娘的问题，但真正说开，从此形同陌路时，我的心里还是免不了怅惘。回到家已经天黑了，我心里想着事，不期然被坐在秋千上的人吓了一跳。张廷玉提着盏灯，坐在秋千上慢慢晃。你是不是疯了？大半夜的干啥呢？我有话要问你。你说。咱们这婚还成吗？什么意思？怎么突然就不成亲了？我以为定国公世子的职位比我高，你今日见到他又回心转意了。他官职高不高，又关我什么事？他还正好是正五品。这男人怎么这么记仇呢？那又怎么样？我相信我看人的眼光，你将来一定会位极人臣，将他踩在脚下。你也不介意我骗了你？若是你骗了我，那一定是不能成亲的。我骗了你，那也不成。可现在咱俩都互有欺瞒，也算是缘分了。哦，你说的有道理。那我回去睡了。送走张廷玉，我躺在床上，突然意识到，我回来是要找张廷玉算账的来着，怎么被他问着问着，反倒把自己说服了？我咬牙，早就说此人心思极深。这件事情平息之后，清河公主还在被禁足，没法找我的麻烦。倒是可怜了张廷玉，时不时不被谢不韦刁难，我恨不能破口大骂。他一直就这么幼稚，从小到大改不了一点。刁难你，到底对他有什么好处？骂完，我又安慰张廷玉：“你别往心里去。”他嘴角扯出一个笑：“不知道的以为他是你未婚夫，我才是外人。”我后知后觉反应过来，他吃醋了，但彼时他已经关上房门，生起闷气了。我犹豫片刻，跟上去拍了拍房门：“张廷玉，你没这么小气吧？”房门打开，尚不及反应，我被一只手拉入黑暗中，铺天盖地地稳落了下来。他像是已等待良久。现在总该清楚谁是你的未婚夫了。我闭着眼睛，含糊道：“那你不生气了吧？”他叹息：“不一定。虽说以谢不韦的性子，最多就是刁难，到底不会害他。但我总觉得张廷玉这样的才华，做个小小的公曹参军还是太屈才了。”好在没多久，长期来了。一日午后，衙署的衙役匆忙跑来我家：“简小姐，你快去看看吧，众郎将打了开参军。”我放下账本，立即赶往衙署。庭中乱糟糟的，张廷玉脸上身上都是伤，郎中正在止血。我瞧着眼泪就掉了下来。怀叔，你听我解释，是张廷玉他故意的。是他
故意往你刀尖上撞的吗？我从前只觉得你幼稚天真，现在更是添了一条莽撞愚蠢、任性妄为。这个人居心叵测，他故意跟我炫耀你做的兵剑，说自己会武答应比试，又故意输给我，划出这许多伤口，惹你心疼。兵剑是我要给他做的，你怪他干什么？你若是不主动提出比试，他如何答应你？谢不韦，你总觉得自己无辜，可你真无辜吗？在你眼里，我就是这样的人吗？我沉默着没开口。谢不韦离开后，郎中也去煎药了。麻烦您加一位黄连，多多益善。您放心，他绝对会喝的。做完这些，我回到屋内，坐在张廷玉身边。他捂着伤口，眉心蹙成一团，似在忍着剧痛。行了，别装了。真疼啊！那你何必去招惹谢不韦？说你今天分数来不及了，要把冰酪带到衙署吃是为什么呢？自己明明不同拳脚，还让他以为你会过而出手。谢不韦单纯，哪里是你这头狐狸的对手？你知道我算计谢不韦，怎么还替我说话？在外人面前，我总得给你面子吧。张廷玉闷声笑了。很快药煎好了，衙役送了过来，一口喝了吧。张廷玉不疑有他，刚入口，他的脸色巨变。不许吐，快点喝。张廷玉咬牙喝完，瘫倒在床。我看你是要谋杀亲夫。这事儿在他刻意渲染之下，传到了圣上耳朵里。中郎将言行有失，圣上自觉明珠蒙尘，很快找由头将他调回翰林院，还升了一级。我乐滋滋地看着诏令说，也算因祸得福了。张廷玉前途一片大好，我们的婚事也提上了议程，赶着双喜临门。我爹将婚事定在了下月初3，这可就忙坏我们了。张廷玉去信航运府，爹娘要上京筹备婚仪聘礼，宅子下人还是措手不及。我要写请柬、绣婚服，安排席面也是焦头烂额。张廷玉干脆告假3日陪我筹备，我兴致勃勃告诉他哪些门户跟我们家相交甚好，哪些有隔阂，哪些又彼此不待见，哪些又会对张廷玉的仕途有帮助。婚后咱们住哪儿？住家里呗。那就真成赘婿了。赘婿不能入室。也能。我算是看出来了，张廷玉对这事儿确实不在意。他在上京孑然一身，已然把我家当成了他家，可还是不行。于仕途多有阻碍，我还指望你位极人臣，让我风光体面呢。最后我们达成一致，把咱家隔壁那座旧宅买下来，算作新房。只是这样一来，又免不了休戚诸事。张廷玉他爹娘紧赶慢赶来到上京，两家见了礼，吃了饭。我爹这才发现，张廷玉的性子不随他爹娘般温和谦逊。他爹娘一个只知读书，一个只知刺绣，最后修葺宅子的活儿只能落到我爹身上。两家人从早忙到晚，总算到了成婚这日。我与张廷玉已经好几日没见了，说是婚前的规矩。他起先还想翻窗，被我阻拦了下来。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。你给我滚回去！他扣着我的手落下，一个缠绵悱恻的吻，又翻墙走了。我后来总觉得是这厮带来的不吉利，否则怎么拜堂拜得好好的？清河公主和谢不韦全来了，先来的是谢不韦，他吸引了满座视线。哎呦，这不是新娘子那位前未婚夫吗？可是好看了。怎么他一来你就这么紧张？我只能安慰他，好事多磨，你忍忍吧。众目睽睽之下，我爹自然是憋着一肚子火，跟他握手言和。好在他落座之后并没生什么幺蛾子。席间想来敬我的酒也立即被张廷玉挡了，还被张廷玉阴阳怪气刺了几句，差点没叫我笑出声。清河公主道：拜完堂，我被搀着送入青庐，张廷玉则留下待客。本宫来得迟了，差点没赶上廷玉。你的喜事呢？我两眼一黑，感觉这场婚仪是完不了了。虽盖着盖头，但我还是听得见身边宾客的窃窃私语。你不知道吧？新郎官以前是清河公主的心上人呢，不知为何竟没做驸马。这么亲密的称呼，必不简单。今日交2份份子钱也值了。这回轮到张廷玉咬牙切齿，紧紧攥着我的手了。本宫没有别的意思，你我毕竟旧相识，今日你成婚，本宫怎能不恭贺？简小姐，喝了这一杯，从此你我恩怨尽消，如何？我哀怨连连，怎么今天个个都要敬我酒？我刚伸手，那杯酒便被张廷玉接过。他不胜酒力，臣替他喝。喝完酒，看戏的宾客也就散了。宴席开始前，堂热闹中掺杂着一丝看好戏的诡异。不过这与我无关了。我被送入青庐，吃了碟糕点，又翻出张廷玉塞给我的画册。
一连看了半册，我暗骂无耻。鬼使神差的，等张廷玉的间隙里，我看完了整本，脑子成了一团浆糊，想入非非。不知过去多久，已入深夜，我打发女使去问问前院。小姐，前院小厮说姑爷早就回后院了呀。什么？他也慌了，说再去问问。清河公主不胜酒力，也歇在后院。我心一沉，这该死的张廷玉，不会是中了清河公主的计吧？随我去找找。谁知这时后窗被撞开，一阵清冽的风，我被人从后紧紧抱住。等你来找我，为夫早就尸骨无存了。女使眼疾手快地关了房门，退出去。我接住她，这才注意到她嘴角淌着血，浑身瘫软无力。清河公主给你下毒了？什么毒啊？致命不？还能活不？张廷玉皱着眉，捂住我的嘴。不是毒，是合欢药。那咋流血了？我自己咬的。他呼吸沉重。你家下人有内鬼，不过这事儿明日再说。我打晕了清河公主，从后窗逃回来的。我真有点可怜张廷玉了，那我给你叫郎中来吧。不用叫郎中。我从他直白的眼神里读懂了些什么，还不等我回应，他便扣着我的后脑吻了上来。本还欲跟他商量清河公主下药的后续，可惜思绪在云雨中错杂，已无暇顾及，身心俱疲。趁着沐浴的功夫，我打起精神问他：那这事儿怎么办？难道我们要不明不白吃了这个亏？总得给他一些教训吧。最好的教训就是让他自食恶果。你不会把谢不韦送到他房里去了吧？外头没了声音，我赶紧从浴室出来，换了寝衣，追问：你真这么做了？公主要养面首，谢家要攀权贵，岂不是两全其美？而且他俩又没中药，只是醉酒而已，不会乱来。院子里也都是他的亲信，不会传出去，至多是羞辱他一番而已。安心。连这谢不韦都大大羞辱了一番，他应得的。次日，我和张廷玉见过双亲，恰好撞见双双黑脸的清河公主和谢不韦。你以为我什么人都看得上不成？你在故意羞辱我？公主在说什么？臣听不懂。很好，你等着。我学着张廷玉装孙子接话道：殿下息怒，您欠我的银钱还没还完呢，莫不是手头拮据？按理说民女孝敬您也是应该，可惜陛下发话说不得少一分一厘，只好委屈公主了。他又羞又怒，半晌拂袖而去。谢不韦静静地站在一边，本以为跟他还有得一番唇枪舌战，不料他一面颓容说：过去都是我不好，是我对不住你，怀叔，以后只要你好，我就安心了。他好不好，就不劳众郎将操心了。总算打发了这两人。见完族亲，我便缩回房里继续睡。这一觉睡到傍晚，张廷玉来叫我吃饭，见叫不醒，干脆抱我起来。我迷迷糊糊的，下意识给了他一巴掌。你的药还没解。吃完饭，我们去金器铺里转了一圈，快到年底该发赏钱了，没成想回家的路上又被他按在马车上吻了下来。夫人，那药真的还没解。于是只能又被他带着沉沦。成亲之后，我本欲叫他爹娘留在上京，他爹为了那家叔叔，他娘为了那间绣坊，说什么都不愿意。张廷玉劝都不劝，反倒叫我不要多管他俩的闲事，我也就不管了。家里的生意依旧红火，听说清河公主为了凑那些赔银，把封地的上贡都用了。不过张廷玉的仕途就没那么顺利了，他因清正刚直的圣上青睐，又因太过清正遭同僚不待见，再加上清河公主屡屡给他使绊子，导致这官职是升了又贬，贬了又升。我撑着脑袋慢悠悠道：你说你什么时候才能当上正五品？张廷玉脸色一黑，话也不说，回书房钻营去了。次年他升至从6品，闷声干了件大事，他网罗证据，弹劾清河公主收受贿赂，插手党派之争。圣上再保不住这个骄纵的女儿，将其打发去封地了。张廷玉朝廷上干了这么件大事，回了家跟没事人一般，还记得给我带冰酪。我们在新家也打了一架秋千，时常一起坐在上面闲聊。我说你怎么总叫我催清河公主还钱呢？原来是在等她收受贿赂。算起来那都是去年的事了。她被圣上宠溺太过，回了封地，说不定反而更好。那现在没人阻挠你了。张廷玉，你什么时候入内阁啊？夫人，你口气是不是也太大了？我相信你有这个本事呀。果然被我这么一哄，他开始夸下海口，给我5年。
像是要刻意打他的脸。清河公主离开半年，张廷玉反倒因为直言不讳被贬了一级，他没敢回来见我，跑我爹那儿住了半个月，还是我亲自去接他回来的。算了算了，你就算真仕途不顺，我难道还能把你怎么样不成？张廷玉这才跟我回家。又是一年春闱放榜，我图个热闹也跟着去看了。谁知张廷玉特意告假一日陪着我。他说怕你又绑下捉婿，把我给换了。我笑道：怎么会呢？我觉得他们都不如你。